大家好，我是老林。如果有人告訴你未来12个月内有机会讓你資產翻倍，但前提是你得看懂接下來這場遊戲的規則，你願意花10分鐘去把它整明白嗎？這不是標題黨，而是我從最新的市場數據中挖出來的真金白銀的機會。就在本周，當大多數人還在為比特幣暴跌心驚膽戰的時候， AI 芯片軍團已經悄悄完成了一場漂亮的底部閱兵。更刺激的是，一直被市場遺忘在角落裡的網絡安全股正在醞釀一場可能會改寫你投資組合的爆發行情。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2條完全不同但都充滿爆發力的投資主線。一條呢是眾所周知的 AI 芯片賽道，一條呢是被嚴重低估的網絡安全領域。聽起來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等你聽完我的邏輯，你會發現他們就像左手右手一樣，能幫你在這個充滿變數的市場裡穩穩地抓住財富。目前整個市場都在等一個信號。先說說眼下的盤面，標普500指數本周觸及697.3美元新高後回落，道瓊斯漲超 0.5%， 納斯達克漲了 0.3%， 看起來一片祥和，對吧？這種漲得不痛不癢的走勢啊，用我的話來說，就像你去吃自助餐，桌上擺滿了菜，但是你就是吃不飽。為什麼呢？因為市場正在玩一場板塊輪動的遊戲。AI 概念股今天吃肉，加密貨幣明天喝湯，軟件股後天餓肚子。這種分化格局說明了什麼呢？說明聰明錢已經開始挑食了，不再是亂買一通了，而是精準狙擊那些真正有業績支撐的標的。而在今天的這場挑食大賽中， AI 芯片板塊正在上演一出經典的技術面教科書行情。來，我們聚焦到這個板塊的靈魂人物英偉達。本周英偉達漲了 2.5%， 收在了187美元附近，盤中最高觸及189到190美元。你可能會說，不就漲幾個點嗎？有什麼好激動的？但如果你懂點技術分析，你就會發現這個價位不簡單。英偉達目前正在構建一個反向頭肩底形態，什麼意思呢？就是簡單來說，股價經歷了左肩下跌、頭部探底、右肩反彈的3個階段洗禮後正準備突破頸線向上爆發，而這個頸線恰好就卡在190到195美元的區間。這是過去1個多月英偉達多次測試但始終沒能站穩的關鍵阻力位。用一個比喻呢，就像我們在玩這個闖關遊戲前面有個 boss 在守着大門，你已經衝鋒了好幾次了，都被打回來了。但這次不一樣，你血量滿了，裝備升級了，隊友呢也到位了，這次突破的概率遠比之前要高得多。那麼英偉達這次的裝備是什麼呢？答案就是大型公司即將到來的財報季。接下來1到1個半月之內英偉達自己就要公布財報，而在此之前，微軟、谷歌、Meta 這些 AI 基建狂魔會先交作業。市場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這些科技巨頭在 AI 上砸了多少錢，資本支出指引有沒有超預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英偉達突破200美元就像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招。一旦站穩200美元，12個月目標價215到225美元不是夢，樂觀情境下甚至能看到250美元。這不是我瞎說這是基於供需邏輯和技術面共振推導出來的。AMD 和美光的陪跑者翻身記。當然英偉達一家獨大的時代正在改變， AMD 和美光這2位陪跑者也開始展現出不容小覷的爆發力。先說 AMD， 這家公司同樣形成了反向頭肩底形態，本周漲了 2.5%， 盤中最高觸及238美元。雖然收盤回落到228美元，但已經成功突破了年初的230美元高點。這個突破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多頭的進攻節奏已經啟動，中期目標直指250美元以上。AMD 的邏輯很簡單，它是 AI 芯片市場裡唯一能跟英偉達正面硬剛的對手。當客戶開始擔心把雞蛋都放在英偉達籃子裡風險太高的時候， AMD 自然成為分散供應鏈的首選。這就像你去菜市場買菜，雖然老王家的西紅柿最好，但是老李家的也不差，而且還便宜一點。聰明的買家呢，就會2家都買點，對吧？我們再來看美光，那這家公司就更有意思了。它從230美元一路狂飆到350美元後，進入了將近1個月的橫盤整理期。
很多人以為它漲累了要歇菜，但是我看到的是蓄力的现象。為什麼呢？因為歷史會重演。去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美光也曾整理了整整1個月，然後一鼓作氣爆發，創下新高。現在這個劇本可能會再來一次。如果美光能在350美元站穩，下一波目標375到400美元是合理預期。當然，美光也有小問題啊，它已經發完財報了，短期缺乏催化劑。但換個角度去想，這也意味着它不用擔心財報爆雷了，反而可以安心等待整個 AI 芯片板塊的集體狂歡。與此同時呢，我們也要小心那些看起來很美的陷阱啊。講完了機會啊，咱們也得聊聊風險，畢竟市場永遠不缺看起來很美的誘饵。本周有幾只股票漲得特別兇，應用材料暴漲了 6.5%， 威騰電子和 SanDisk 創歷史新高，SanDisk 甚至單日飆了 7%。看到這種漲幅，你心動嗎？不要急啊，這種時候我們恰恰需要冷靜。這些股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超買。什麼叫超買？就是短期漲得太快太猛，技術指標已經進入了過熱區，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发獲利回吐。更要命的是，威腾和 SanDisk 的財報將在1月29日公布，也就是2周後。現在的股價已經把財報超預期的樂觀情緒全部定價進去了。萬一財報稍有瑕疵，或者指引不如市場預期，那可能就是買預期賣事實的經典教材了。我常用一句話，當所有人都覺得穩賺不賠的時候啊，風險往往在拐角處等着你。這種時候追高屬於典型的害怕錯過行為，是韭菜思維，不是贏家策略。類似的還有超微電腦持續暴跌， ARM 大幅下殺，甲骨文假突破後回落，那這些都在提醒我們，不是所有的科技股都值得買，选股能力才是硬道理。市場裡還有一隻被市場遺忘的黑馬。說完 AI 芯片，我們切換到完全不同的賽道，網絡安全。你可能會問，都什麼年代了，還玩網絡安全股？這些玩意兒不是早就過時了嗎？錯，大錯特錯。恰恰相反，網絡安全正在迎來第二春，而且這次的邏輯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硬核。先來幾個數字讓你感受一下，單次網絡安全事件的平均損失是440萬美元，某些行業的損失甚至高達數億美元。全球企業都在加速數字化轉型，網絡安全需求每年以2位數的速度在增長，這個增長預期還能持續10到15年。更關鍵的是，隨着企業瘋狂的投資 AI， 數據安全價值正在指數級上升。你想 AI 模型的訓練需要海量的數據，這些數据一旦泄露或者被攻擊，損失可能不是鬧着玩的。那這就像你蓋了一棟摩天大樓，你總得配一個像樣的保全系統吧。而這個賽道裡，我要重點聊的項目是 SentinelOne 股票代碼 S。SentinelOne 憑什麼讓我看到翻倍的可能呢？坦白說，這只股票之前被市場冷落了很久，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我們先來看估值，目前它的本益比是80倍，聽起來很高，對吧？標普500才20倍，它足足是大盤的4倍。但如果你把時間拉長到2035年，按照公司的盈利增長軌跡推算，那時候的本益比會降到5倍以下。什麼概念呢？也就是說，如果公司能按照計劃增長，現在的股價相對於2035年的盈利水平有4到6倍的上漲空間。這還不算樂觀估計，這是基於穩健假設算出來的。我們再來看成長性，它目前仍保持年增長率20%以上，這個增速預計能持續到2026到2027年。你可能觉得20%不算快，但是对於一家市值已經不小的公司來說，維持這個增速已經非常難得。要知道很多成長股一旦過了爆發期，增速就會迅速衰減，但是它明顯還在成長曲線甜蜜區。那更刺激的是，機構持股超過了90%，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聰明錢已經提前布局了。機構投資者可不是散戶，他們有專業的研究團隊、內部消息管道，他們的集體行為往往領先市場6到12個月。而最新的數據顯示，2026年初機構買入正在加速，這是個明確的信號。光有估值和增長還不夠，真正讓我看好它的是4個催化劑。那第一個催化劑呢， SentinelOne 最近獲得了一個關鍵認證，高級影響級別政府授權。這玩意兒聽起來很懵，說人話呢，就是它現在可以參與高安全級別的政府合同競標了。政府合同有多香呢？穩定、長期、利潤率高，續約率更高，一旦拿下一個大單基本上就是躺着賺好幾年。而他的競爭對手 CrowdStrike 和 Palo Alto Networks 早在這個市場裡吃肉了，
現在輪到 SentinelOne 入场，市场蛋糕自然会重新分配。那第二個催化劑，技術差異 ，AI 驅動的統一平台。那它的核心競爭力啊，在於它的技術架構，它用 AI 驅動了一個統一的平台，能夠跨端點、身份和雲端進行自主響應與緩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它不僅能夠發現威脅，還能主動預測威脅，實時處理威脅，而且是全鏈路覆蓋，你的計算機、手機、雲服務器、員工身份驗證系統都能管。這就像你在家裡安裝了一個超級智能保全系統，不僅會報警，還能自動鎖門、調取監控、報警聯動，甚至預判小偷下一次要幹什麼。這種主動防禦的能力，在當前攻擊手段越來越複雜的背景下，簡直是剛需中的剛需。第三個催化劑，市場情緒逆轉，從唱衰到唱多。2025年之前，很多人啊對 SentinelOne 的態度啊是偏謹慎的，不斷的下調的目標價。但是現在2025年末、2026年初，畫風呢突然轉變了，很多機構和分析師停止下調，開始重申評級，機構買入加速，技術面呢顯示底部形成。那這種情緒的逆轉不是無緣無故的，背後一定有基本面的改善作為支撐。而市場情緒從悲觀轉向樂觀的拐點，往往是最佳的介入時機。第四個催化劑，即將到來的財報，證明自己的時刻即將到來了。SentinelOne 接下來的財報啊至關重要，市場需要看到它能不能持續20%的增速，甚至顯示出加速的跡象。如果財報超預期，那麼分析師的評級上調，機構的加倉行為啊將會集中爆發，股價呢自然就水漲船高。那反過來說，如果財報不及預期，那可能會短期有回調，但是長期邏輯來看，只要公司增長趨勢沒有逆轉，回調反而是加倉的好機會。為什麼網絡安全股現在被低估呢？你可能會有疑問，網絡安全不錯，但是為什麼 SentinelOne 的股價現在一直落後同行同業呢？答案很簡單，市場短期是投機，市場長期才是称重機。那過去一段時間啊，資金都湧向了 AI 芯片、大模型、機器人這些性感的賽道，那網絡安全部門呢，相對就被邊緣化了，但恰恰也創造了估值洼地。當大家都在追捧英偉達、追捧 AMD 的時候，SentinelOne 卻在悄悄的積累能量。而且網絡安全行業有一個特點，市場極度分散，行業領導者市占率往往都只有個位數。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整合空間巨大。未來幾年啊，這個行業很有可能会出現強者恒強的局面，頭部公司会不斷蚕食中小玩家的份額，而 SentinelOne 憑借技術優勢和政府准入，很有機會會成為這波整合的受益者。這兩條主線應該怎麼去配置呢？我們講了這麼多咱們回到最現實的問題，這兩條主線 AI 芯片和網絡安全到底應該怎麼去配置？我的建議是不要 all in 單一目標，而是構建組合。即使你再看好個股也不要超過總倉位的10%，設定好止損價位，分批多次逢低買入。最後呢，我想說的是，市場不會等你去準備好。當英偉達站上了$200的時候，你可能會後悔為什麼沒有在187的時候買入。當 SentinelOne 超預期，那股價暴漲30%的時候，你可能會捶胸頓足，為什麼沒有提前布局？但是投資這件事本質上就是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沒有人能保證每一筆交易都賺錢，但是如果你能看懂邏輯，把握節奏，掌控風險，那麼長期來看，你的勝率一定會高於市場平均水平。AI 芯片板塊的技術面突破、財報季催化劑、產業趨勢支撐，那這些呢都是確定性因素。SentinelOne 的估值錯配、成長性維持、新市場准入、技術差異化，那這些同樣是確定性因素。剩下的就看你敢不敢在別人恐懼時貪婪，在別人貪婪時保持冷靜。記住投資的本質是把錢放在那些未來會變得更值錢的地方，而現在這兩條主線恰好符合這個標準。至於能不能抓住，就要看我們自己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不要忘記點讚、訂閱、轉發。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